程沁带着苏腾往家里走去。程家武馆离程家是不远啊，不过这一路走回去遇到了很多熟人。大家看到程沁带着个帅哥，两个人并肩走着，帅哥手里还提着大包小包的，误以为是程沁的男友来了。哇，程教练，这是你的男朋友吗？长得真好看。程沁，这是你男朋友吗？长得真好看，你爸妈还老是担心你嫁不出去，我还劝你爸妈了，不用担心的。你长得也好看呀，怎么可能嫁不出去啊？现在看到你带着男友回来了，你爸妈肯定会很高兴的，以后都不用担心你嫁不出去了。学生的家长或者程家的邻居大妈们都和程沁打招呼，然后问着苏腾与程沁的关系。程沁连忙向那位邻居大妈解释，四婶，这位苏先生是来找我爸，想拜我爸为师，学点拳脚功夫防身用的。四婶哦了一声，我还以为是你的男朋友呢。看了苏腾两眼后，四婶又拉程沁到一边去，小声地说道，程沁，你爸有多少个徒弟？四婶都知道，就数这个男人最好看了，看上去也气度不凡呀，你可得抓住机会啊。四婶朝程沁挤眉弄眼的，程沁哭笑不得。他笑道，四婶，你真的想多了呀。我知道我想多了，你们现在不是男女朋友关系吗？以后是不就行了。总之遇到了好男人赶紧抓牢了，别被别人抢了去。四婶是没有女儿，你是我们左邻右舍看着长大的，四婶站你这一边，你可得抓紧了。程沁笑道，行行行，我抓紧了。四婶，我先带苏先生回去见我爸，去吧。程沁回到了苏腾的身边，带着苏腾继续朝自己的家走去，边走边对苏腾说道，那个大婶是我们家的老邻居了，看着我长大的，小时候我练武偷懒，被我爸揍，我妈都救不到我，还得我家邻居过来帮忙，才能把我从我爸的鞭子下救出来。他们对我很好，看到我和一个男的一起，就会以为是我的男朋友。苏先生不要见怪哈。苏腾理解得到这个正常，我也是，我只要多看一个女孩子两眼，我爸妈都以为我喜欢那个女孩子，然后就极力撮合我和那个女孩子，让我哭笑不得。程沁偏头问着苏腾，苏先生今年贵庚？35虚岁了。程沁笑道，也难怪你爸妈是那样的反应，要是我35岁还没有嫁人，我爸妈肯定急得头发都白了。现在还好，我才20出头，我爸妈也就是嘴上提醒我，遇到喜欢的可以恋爱了。苏先生是眼光太高，还是工作太忙吧，没时间去谈恋爱？苏腾可不敢说自己有病，普天之下就只有程沁能治好他的病。等相处时间长了，程沁对他有感情后，若是程沁担心两人不般配，他就向程沁坦诚自己有病的事情。就若是程沁没有那种想法，他就不必说了，反正他只对程沁有反应，程沁嫁他才不会守活寡。程沁笑道，我猜测苏先生就是太忙了，没时间去恋爱，不过苏先生也是要抓紧点了，免得你爸妈着急发疯。虽然我爸妈还不怎么催我的婚，不过我老哥们就被我爸妈催的，回到家里都往耳里塞棉花，怕听到我爸妈的唠叨。他们也是太挑，媒婆给他们介绍女友，见了面就嫌弃别人娇弱，他们想找一个能跟他们干架的女高手。气得我爸想操棍子把他们揍一顿。苏腾忍不住莞尔，你哥哥们有这样的想法很正常，毕竟他们也是打小就学武，估计朋友圈都是学武之人吧，就会想找一个也会拳脚功夫的妻子，很正常啊。程小姐找男朋友，大概也想找一个会拳脚功夫的吧。程沁想了想，说道，本能反应就是想找一个会拳脚功夫的，不过想一想后，就觉得还是找一个普通人吧，那样不用担心婚后夫妻打架我会输的问题。不过也因为我打小就学武，又在自家武馆里当教练，
导致媒婆帮我介绍男朋友都很困难。别人一听到我会拳脚功夫，还很厉害的那种，就不敢跟我见面，担心婚后会被我欺负了。苏腾说到有那种想法的男人，你也不用考虑，还没有见面就想着婚后吵架打架的事了。好男人娶老婆都是娶回家里宠着的呀。就拿我们管城的战少来说吧，战少其实也会拳脚功夫，身手还挺不错的。他老婆虽然也会几招三脚猫的功夫，但夫妻俩若是干架，他老婆那必输无疑的呀。人家动过手了吗？战少从来就没有想过对他的老婆动手，他只想着怎么对他老婆好，怎么宠着老婆，让老婆开心。他付出了真心，也得到了真心的回报。如今夫妻俩呀，恩爱的让人羡慕死了，我都羡慕他们。程庆点头，苏先生想的和我想的一样，我就是这样和我父母说的。我妈还一个劲的怪我爸让我打小习武，说什么我是女孩子，会几招防身就行了，没必要练成武林高手。说我现在24岁还无人问津。就是我爸害到的。苏腾意味深长的道，那是你缘分未到，缘分来了你挡都挡不住。幸好他24岁还无人问津，否则等他找到他了，他已婚或者有了男朋友，他岂不是要当第三者？说明他和他是天设地造的一双，是上辈子修来的夫妻缘分。那位大师真是高人呀，算得太准了。苏腾第一次见识到玄门大佬的厉害啊，就是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相见不相识。我才24岁，又不是34岁，说不定我的另一半在前面等着我呢。程庆对爱情及婚姻憧憬不大，那他更喜欢现在这样的生活，就干着自己喜欢干的工作，又自由自在的。父母虽说爱唠叨孩子们的人生大事，好歹现在还唠叨不到他的头上，等他的挡箭牌都脱单了，才轮到他的。不用着急，慢慢来。到了，这就是我家。程庆带着苏腾走进了一栋带着小院子的自建房啊。苏腾知道程家的位置，他可是将未来的岳家摸了个底朝天的。程家在云城不算多有钱的人，不过他们家武馆在云城却是很出名的，家底比不上真正的豪门，却也胜过很多普通家庭。他们除了在这条街道拥有一栋房子，在其他地方也有几套房子。程家武馆占用的地方也是程家买下来的。程父的计划就是自建房留给长子，长子是要撑起门户的，以后接管程家武馆，那些套房就分给小的儿子和女儿程庆。要是又赚够买房子的钱了，程父还会买的自己建房，那样自建房就给儿子分。套房除了给程庆一套当嫁妆之外，其他的可以出租，老夫妻俩吃租金养。程家现在自住的自建房是由3个门面建成的，比起左邻右舍要宽敞很多。院门口建了个门楼，一入门口先看到一道屏风墙，屏风墙正中间贴着一个大大的福字。苏腾跟着程庆走进院子，看到那个大大的福字，他说道，我以为你家里会贴个大大的武字呢，以前是贴了一个大大的武字的，被我妈撕了，我爸贴一次，我妈就撕一次，我妈说在武馆里贴满了，她都不管，但自己家里就不能贴那些与学武有关的。再后来我爸就不贴了，家里怎么布置由着我妈，她不插手，免得夫妻俩闹矛盾。我爸身手很厉害，却会被我妈追着跑出几条街。大家都知道我爸是个妻管严。程庆认同苏腾的话，就是见证了父母的相处之道，见证了父亲几十年如一日地宠着他的母亲。他妈不担心老公家暴他，他爸也不会有那样的想法，还没有见面就想到以后夫妻打架，谁输谁赢的事他都得考虑清楚呀。再说了，他是自幼习武，但他又不是蛮不讲理的人，只要对方不先动手，他都不会动手家暴的。爸，
妈，我们家来客人了。程庆边往里走边大声叫喊着。程母还在厨房里烧着菜，程父听到女儿的叫喊，边应声边从屋里走出来。谁来了？程父呢，好奇地问着。当他看到女儿身边跟着一个陌生的男人，那个男人俊美非凡，龙章凤姿的，浑身上下散发着尊贵的气息，气场却又特别的霸道，一看就不是简单的人物。程父看得有点发愣，因为他不认识苏腾啊。爸，程庆快步走到父亲的身边，然后向父亲介绍着苏腾，说道：爸，这位苏先生是管城过来的，我在管城曾经帮过他解决了一个小麻烦，他听说咱们家开武馆的，爸身手了得，就想过来拜师学武。程父拜师学武，他们武馆招收的学生都是小孩子，小孩子从小开始练起，有些人一直练到成年，但是还没有收过30几岁的初学生呢。苏腾保养得好，在程庆的眼里，他就像是20几岁，但程父眼神老辣，一看就猜到了苏腾30出头的人了。爸，咱们进屋里再说啊。程庆一看父亲的神色，就知道父亲不太可能会收下苏腾。别说父亲吃惊了，就当初苏腾那样说的时候，他都吃惊。程父连起了惊讶，在女儿的介绍下，先和苏腾相互认识，然后客气地请着苏腾进屋。程庆的哥哥还没有回来呢。进屋后呢，苏腾放下了买来的厚礼，那程父请他坐下后，说他苏先生太客气了，程小姐救过我的。那晚我应酬回家的路上遇到了抢匪，差点出大事，是程小姐路过，仗义的帮我打趴了那些抢匪，再帮我报警把那些抢匪抓了。第一次冒昧登门，打扰程叔了。程父听到女儿原来是救过苏腾，脸上有着笑容，说道：我们家程庆一向侠义心肠，一点小事苏先生不用放在心上的，以后过来别这么破费了。闺女，你去给苏先生沏壶茶过来。程母系着围裙从厨房里出来，程庆向苏腾介绍母亲。苏腾一见程母出来就站起来的了，在程庆介绍后，他礼貌地问好。程母没听到刚才的对话，以为是女儿呢交到男友带回来见家长的，在与苏腾客气了几句后，笑着说道：苏先生先坐坐，我去做饭，苏先生待会儿一起吃饭。阿姨先忙，是我冒昧过来打扰大家了。不打扰，不打扰。程母给女儿使眼色，程庆要洗茶壶，便拿着一套茶具跟着母亲进了厨房清洗。母女俩进了厨房后，程母连忙问着女儿：那是你男朋友吗？什么时候交往的？交往了多长时间？我怎么没看到你出去约会过？现在是带他回来见家长的啊？在问着女儿一连串问题时，程母还掏出手机打电话给儿子。在儿子接听电话后，他吩咐儿子：你们再回来的时候，去买几样蔬菜回来。你妹妹带着男友回来见家长了，还有你们也赶紧回来。妈，苏先生不是我的男朋友，他是来拜师学艺的，不过让我哥买点蔬菜回来是可以的。来者是客嘛，有客人来了总要加菜的。妈，叫哥去给我打包一份虾饼，一份南瓜饼回来。程母挂了电话了，偏头瞪着女儿：那不是你的男朋友啊？他还以为女儿神不知鬼不觉的交了个帅哥男友呢，还怪女儿瞒得那么紧，给他们准备了天大的惊喜。原来不是未来女婿啊，拜师学艺的。当然不是了，我和苏先生认识也没几天，他怎么可能是我的男朋友？程庆简单的解释了一下他和苏腾认识的过程呢。听了女儿的话，程母就像是熊熊大火遭到了一场特大暴雨的感觉，瞬间就被浇灭了兴奋劲儿，还以为女儿有男友了呢，原来只是拜师学艺的。他嘀咕着拜师学艺的，直接去武馆报名就行了，跑到咱们家来做什么？还穿得那么好，提着大包小包的登门。
搞得我以为是未来女婿登门了呢。幸好你解释了，否则妈一通电话打出去，一会儿咱们家的亲戚朋友都过来吃饭，那就丢脸了。程母就很失望的样子，不过很快她又开心起来。她对女儿说到：“程庆啊，那位苏先生还单着的吧？不管他能不能入咱们家的武馆学功夫，也算是认识了，你可以和他来往，说不定以后能擦出火花呢。”程庆一脸黑线地说道：“妈，苏先生是位大总裁，随便开出一辆车来都是几百万的豪车，门槛高着呢，我与他现实差距大，况且我也不想嫁豪门，还有他比我大很多的，他都35虚岁了，说周岁也有34岁，论周岁算的话，他都比我大了足足10岁，我叫他叔叔都可以。”一落，程母就戳了一下他的头，说他叫叔叔太老了，叫他哥哥还差不多。你大哥不就比你大了8岁？8岁和10岁差距也不大，他保养得很好呀，看上去像20出头的小伙子一样，比你大哥瞧着年轻多了。程庆好笑地道：“妈，人家是想来学艺的，其他的别说了，这话你在我面前说说就好，以后不要再说了，传出去。人家还以为我多恨嫁呢。你24岁了，嫁人也是合适的，不想早嫁，可以找个靠谱的男人谈着恋爱啊。忘了，你是连恋爱都没有试过味道的，哎，愁死人了。你说你爸当初干嘛让你小小年纪就学功夫呀？害得你从上幼儿园开始就是打架大王，还没有输过。”程母一起过往就气得牙痒痒的，生了2个儿子才生到1个女儿，她欢喜的想将唯一的女儿扮扮的漂漂亮亮，像个小公主的。女儿的外表也如她所愿，生得很漂亮，小时候白白净净的，玉雪可爱，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小娃娃。谁知道学了这功夫后就变了一个人，虽说一般情况下也是别人欺负程庆，程庆才会还手跟人打架的。由于他是自幼学武，一般的小朋友哪里是他的对手，那些小朋友也不服气，老是来挑衅他，干的架多了，不就成了打架大王，远近闻名呀。到了高中大学，因为出众的外表，又容易招来登徒子的调戏，结果都不用问，那些调戏他的色狼都被他揍得落花流水的，连校霸看到他都得叫一声庆姐。可见程庆在学生时代有多威猛了，身手这么了得，吓退了那些男生，导致程庆曾经暗恋过别人，但就是没有结果，也没有人会追求他，怕他的拳头。就像现在一样，那些媒婆帮程庆介绍男友，男方一听说是程家武馆的馆主千金，连面都不敢见。次数多了，云城的媒婆都不敢做程庆的生意。程母也想过在程庆的师兄弟当中帮女儿挑选一个的，但是程庆与他们处成了哥们，程庆不动心，那些师兄弟也不动心。眼看程庆的师兄个个都娶妻生子，师弟们也都在恋爱结婚了，程母也死了这条心。妈，你不用着急的，你不是帮我算过命吗？说我缘分到了，自然会嫁出去，还说我能嫁得很好，很富贵的呢。程庆清洗好了茶壶，然后沏茶，他满不在乎的拿母亲帮他算命的，哎，是来安慰母上大人，就可能天底下的父母都是差不多的吧。在儿女到了适婚年龄，要是还不恋爱，不结婚，他们就着急，逮着机会就催婚。苏先生不也说他被父母催婚催得厉害吗？那程庆想到苏腾30好几的年纪，觉得苏腾被催婚正常的很，而他才20岁，年轻的很。母亲呢，就担心他嫁不出去了，是他不想嫁而已，就想嫁的话，肯定能找到一个不惧怕，他会一身拳脚功夫的男人。妈要操心，还是先操心我2位哥哥吧。大哥都32岁了，二哥也有28岁，那他们先娶妻，我再出嫁。提到2个儿子，程母又是一阵阵的心塞塞。他
他嘀咕着都不知道你们年轻人是怎么想的。我们以前那个年代，成年了就会考虑婚姻大事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是正常的事。到了你们这一代，男大不想当婚，女大不想当嫁，就算嫁了的也不想多生，顶多就生一个娃，那多孤单寂寞呀。咱们国人是讲究多子多福的，好歹得生2个孩子呀，那样不至于太孤独吧。等到父母年纪大了，需要你们养老时，有兄弟姐妹的，可以商量商量，不用自己一个人杠着所有压力，听着母亲的唠叨。程庆笑道：商量着把管吗？妈也不看看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压力有多大，房贷、车贷都能压死人。一般人买一套房能花光2代人的积蓄，消费又高，养一个孩子的成本更是高的离谱。可不像你们以前那样养娃不饿着就行，现在很卷的，从幼儿园开始就卷了，压力那么大，自己一个人生活都容易被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，更不要说养娃、负担老人、还各种贷，谁还敢生？我们家的条件是很好的了，但不是所有人都有咱们家这样的条件。他家往上数10代都是开武馆的，代代积攒了点财富，到了他这一代，家里条件才会比别人好很多的。程母顿时不说话了。他有些老同学生活条件就很困难的，50、60岁的人当了奶奶或者外婆，都还要去打工赚钱，不去上班，儿女无法负担他们的生活费啊。程庆沏好了茶，拿来一个托盘，将茶壶以及几个茶杯端出去。程父和苏腾看样子相谈甚欢。程庆出去的时候，2个人都在笑。程庆走过去，给父亲和苏腾各倒了一杯茶。苏先生，请喝茶。苏腾道谢。苏腾举手投足间尽显贵气。他的好教养让程父对他的印象极好，特别知道苏腾是大公司的老总。程父连连夸赞他年轻有为。程庆又去洗了水果，再拿了些零食，一起摆放在茶几上。苏腾买来的东西他拿起来，放到另一张桌子上，免得茶几上没有空地儿。等苏腾回去，这些东西还要给苏腾带回去的。程家就算收他的礼品，也只是收一半就会回一半。程小姐不用拿那么多东西了。苏腾笑着，程庆也笑，没什么，就是一些水果和零食。我妈还没有做好饭。苏先生远道而来，估计也饿了，先吃些点心垫垫肚。爸，你和苏先生聊，我进去帮我妈做饭。程庆说着便又回到厨房里去。苏腾看着程庆进厨房的背影，向程父夸赞着程庆、程小姐身手了得，人美心善，还出得厅堂。入的厨房，程馆主教导有方。程父笑道：苏先生过奖了，不过我们家程庆是很不错。程父明显就是个女儿奴，夸他的女儿比夸他更让他高兴。我闺女说苏先生想拜师学艺啊。苏先生今年多大了？寒暄过后，程父便切入了正题。苏腾老实的道：我是想拜师学艺，年岁就大了一点。当初我跟程小姐说的时候，程小姐给我打过预防针呢，说我年纪大了，怕是只能学到点基本功当锻炼身体的。程馆主，你看我是不是只能练练基本功？我今年34周岁。苏腾学聪明了，不说虚岁了，说虚岁就显得他老了一点。程馆主端起女儿给他倒的那杯热茶，尖尖地喝了一口，放下茶杯后，他上下打量着苏腾半晌，他说到：苏先生这个年纪，才开始学武是迟了点儿，不管是什么年纪，刚进我们家武馆学功夫，都是从练基本功开始的呀。那练成什么样子，得看个人的天赋。程家武馆招收的学生，如果很有学武天赋的，就会由程庆的2位哥哥教学，学到一定程度后，就由程馆主亲自教学了。这些武学精英们，
是能替程家武馆到处参加比赛，争回无数荣耀的人。由于程家武馆也很讲究武德，这些人就算进入了社会，也是经常见义勇为、助人为乐的。那更多的是报读警校或者军校。我现在处于半退休状态，一般情况下是不收徒的了，除非很有天赋的练武奇才，也需要是年纪小的那种。程父不打算收苏腾为徒，不过苏腾大老远过来，又是大总裁，差点被人抢劫过的，会想学点功夫防防身很正常啊。程父沉吟片刻后又说道，苏先生可以先跟着我武馆的初学者练练基本功，练好了基本功，再学些浅显的招数，对付一般的人还是可以的。不过练武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苏先生工作那么忙，怕是腾不出那么多时间天天练着。不练，就算教你神功都没用。最好的办法就是苏先生请几名保镖吧。我武馆有些孩子大学毕业后还没有找到工作的，可以给苏先生当保镖。他们一般都在我武馆学了10几年功夫的，给苏先生当保镖绝对可以。程父这样说，苏腾便明白，程父是不可能收他为徒的。他也早有心理准备，毕竟他也是学武之人，也是打小就学的，明白程家妇女说的话都是实在话，并没有坑他。程馆主，我的生意是做得很大，不过我公司里也有可靠的管理团队，就算我1年半载不回公司也没事。我想着还是先自己练练看，看看我能练到哪种程度吧。保镖也需要请，到时候麻烦程馆主帮我介绍几个人品好、身手好的小伙子给我当保镖，福利待遇跟我公司的普通白领一样，干得好我不会亏待他们的。程庆说过，程家武馆不仅仅是教学生们学功夫强身健体，还会教导学生们往好发展的。若是有学生仗武欺人或者做违法的事，程家武馆就会第一时间找他们算账，惩罚后再与他们断绝关系，不允许那些社会败类自称程家武馆的学生。程馆主亲自介绍的人，苏腾绝对放心。当然了，要是真用了程馆主的人，他还得继续装下去，就走了站印的路呀。也不完全是，至少他没有装穷，就只是没有告诉程庆他是苏家的少主而已。苏先生既然决定了，那就试试吧。现在天快黑了，苏先生又是远道而来，先休息休息，明天再带苏先生去我们家武馆参观参观。苏先生确定自己可以吃下练武的苦，再做决定。他们也得考察考察一下苏腾的人品啊。小孩子入了武馆，年纪还小，能够好好的管教，打小帮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。但是苏腾已经30好几了，是个步入中年的成功人士，又是商界大佬，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，那颗生来纯洁的心早就被社会这个大染缸染上了五颜六色。那谁知道苏腾是否保留了良知，他良善的那个底线保留在哪个程度？城管主都需要考察过后才会允许苏腾交钱入馆练功的。可不能让苏腾一个人坏了程家武馆代代积攒下来的好名声。好了，我这次过来主要是拜访一下城管主的，也是向程小姐道谢。那天晚上多亏程小姐出手相救，否则我不仅会被抢，还会被绑架遭到勒索的。还有一件事，我征求一下程馆主的意思。程馆主温和地道，苏先生请说。再过2天是管城首富战家大少爷办婚礼的大好日子，我和战少有几分交情，谈过数次生意，合作过数个项目，所以战少结婚我给他当伴郎。程小姐似乎对战少和战大少奶奶的事很感兴趣，我就想着带程小姐一起参加战少的婚礼，满足她的好奇心，也算是我报答程小姐的救命之恩。程小姐还在管城的时候，她说她要送孩子们回来，
嗯，怕家长们担心，但我知道他是很想参加战少的婚礼的，故而借着这次过来拜访之机，接上程小姐一起回馆城。等战少的婚礼过后，我再送程小姐回来，也正是拜师学艺。她那个女儿是挺喜欢八卦的，平时闲得无聊时也会刷短剧，追那些短剧很多都是改编的。女儿看短剧看上头了就去看，看多了就对霸总里的男女主感兴趣。得知现实里有那样的主角，不就想见一见吗？如同追星一样的心理。好一会儿，程馆主回答苏腾苏先生，程沁已经是成年人，他想去哪里，那是他的自由，只要他跟我们做父母的说一声，让我们知道他去了哪里就行。只要我闺女愿意去，我们是没意见的。程馆主倒是不担心女儿出远门会出什么事，就他家闺女啊，那他不欺负别人就很好的了。就是和苏腾一起出席战少的婚礼，容易让人误会他闺女和苏腾的关系。考虑到女儿已经24岁，妻子又经常念叨他教女儿学武，导致女儿拥有一身傲人的功夫，却吓退了男人，至今无人问津啊。城管主便不拦着女儿，和苏腾一起参加战少的婚礼。那让女儿去见见大世面也好，开阔眼界。苏腾笑着，城管主是个开明的家长。城管主笑笑，招呼苏腾吃水果和点心。苏腾只是尝了尝水果，没有吃点心。外面传来了汽车的声音，很快呢，苏腾就听到了陌生男人的叫喊声。老妹，你要的虾饼、南瓜饼买回来了。老妈，你让我买的熟食买回来了啦。家里来贵客了吧？我买了瓶好酒，好好的招待贵客。妈，我今晚能和贵客喝上2杯吧？就进来的2个男人是程沁的2位哥哥，手里提着打包回来的虾饼和南瓜饼的男人呢是程沁的2哥，提着熟食菜的则是他的大哥。兄妹3人都爱喝酒，不，应该说是一家5口人，有4个是好酒的，只有程母不喝酒，她便管着丈夫和儿女，不允许他们喝酒，除非有客人来，可以陪着客人喝上2杯。程母总是说喝酒误事，况且孩子们都在自家武馆里当教练，要是天天都喝得醉醺醺的，还怎么教孩子？有时候管得严了，城管主会对着儿女们说，他们4个同姓程的，却要被一个不同姓的大妈管得死死的。然后城管主面必思过，3个儿女除了投给他同情的眼神，连替他说句话都不敢，还得讨好那个不同姓的人。程家兄弟先将打包回来的熟食送进厨房里去。程大哥看到妹妹，就朝妹妹竖起了大拇指，夸赞着老妹，还是你厉害，不到25岁就找到了另一半，也不用听着老妈的念叨了。因落，程母一记刀眼飞过去，程大哥嘻嘻的笑，对母亲说道，妈，你别叨我，叨我也没有用，不是我不想相亲，是相亲后没有结果。你怎么不说你的眼睛长在头顶上，挑三拣西的，以为你很优秀啊？看看你发际线越来越上，人越来越胖，瞧着就像个中年大叔，还好意思眼高于顶。程大哥摸摸自己的头，再低头看看自己的身体，问着妹妹，老妹，你看大哥像中年大叔吗？大哥胖了吗？大哥头秃吗？他就自我感觉良好呀。程沁笑道，大哥不胖不头秃，妈就是故意吓你的。还有苏先生是过来想拜师学武的。不是我的男朋友，妈是误会了吧？程家2个儿子顿时愣住，2个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随后又是神情一致，都是松口气的样子。程二哥还拍了拍妹妹的肩膀，笑道，没事，你还年轻，慢慢找，找不到也无妨，我和大哥能养你一辈子。就一个妹妹，2个当哥哥的呢，还是很疼爱妹妹的。你们俩还站在这里做什么呀？占地方
又不帮忙，出去陪客人吧。程母呵斥着2个儿子，兄弟俩就赶紧跑了。老妈子最不乐意听到他们兄弟俩说要养妹妹一辈子的话。苏腾看到程沁的大哥二哥出来后，再次起身。程馆主主动将2个儿子介绍给苏腾认识。等程馆主介绍后，苏腾向未来的2位大舅哥问好。程家兄弟边客气地与苏腾互问好，边打量着苏腾。大家重新坐下来后，程大哥问着苏腾，听我老妹说，哇，苏先生是想来拜师学武的。苏腾保持着微笑，是的。程二哥说话直一点，他说，苏腾你的年纪不适合练武了，就算通过了我们的人品考察，交了钱入了馆，也学不到什么了，等于是白交钱。我们程家武馆不做这种坑人的事。苏腾笑道，这个我知道，程小姐和程馆主都跟我说的清清楚楚的，钱不钱的不是问题，我就是想练练，练到什么程度再说吧。就当作是锻炼身体了。既然苏腾都这样说了，程家兄弟也不好再说什么。程沁母女俩在厨房里忙活了好一会儿。程沁从厨房里出来，他一边手端着快餐盒，一边手拿着一双筷子，边走出来边夹着快餐盒里面的虾饼吃。爸，哥，吃饭了。苏腾看到程沁边走边吃的样子，眼底都是笑意。他喜欢程沁的接地气，反正程沁做什么，苏腾都很喜欢，觉得他未来的老婆大人太好了，就不会倒出来，放在碟子里啊，你一个人吃呀。程大哥说着妹妹，程沁又夹起一只虾饼，边吃边说道，你们又不爱吃。我们不爱吃，但今晚有客人。程二哥也说了妹妹一句。苏腾赶紧说道，我对这些饼也不感兴趣，不怎么吃，老婆爱吃的，他不跟老婆抢。好吧，是未来的老婆，况且他也是真的不爱吃那些饼。程家兄弟去收拾餐桌，然后进了厨房，帮忙把炒好的菜端出来，就程馆主还坐在原位上不动。等到饭菜上桌摆放好后，程馆主才客气地招呼着苏腾一起吃饭。苏腾选在这个时候来拜访未来的岳家，就是打着蹭饭吃的主意。闺女去拿爸珍藏的好酒出来，好好的招待苏先生。程馆主说这话的时候，留意着老七的反应，见老七没有反对，暗吁一口气。在老七的高压下，父子4人都不敢随便喝酒，也不抽烟，不敢赌博，更不能嫖。程母老实说道，他们家虽然开的是武馆，但也传输正能量给学生们，他们就要身正做到最好，才能以身作则，教好学生。他这样说，连程馆主都不能说什么，那程家祖训也是如此。